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魔玩小邹。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开箱测评内容呢，是来自于 Marvel Legends 80周年的一款死侍的电动车的特别套装。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已经给它拿出来了，因为这个盒子已经是非常的烂了。当然，我还是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盒子的峰会以及盒子的一些细节。那么我们也废话不多说，那就先从盒子开始看起吧。OK， 那么现在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了我的这一个烂盒的一个展示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开窗，当然东西我已经全部拿出来了，因为这么多东西回合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这里是一个80周年的标志，好 Deadpool， 然后来看到侧边是一个漫画的峰会啊，这个盒子的确是很烂啊，这边都已经破开了。然后上面是个死侍的一个标志。这边也是同样的一个漫画的峰会，底部没有东西，那么背后的内容就会比较多了。这边是关于一个死侍的介绍，这边是同期产品的介绍，然后这张是玩具本体的一个艺术画吧，可能是艺术图片。而后这里是一些细节，戴帽子的狗狗，然后车子的一些细节，然后还有一个死侍的松鼠等等。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本体吧。OK， 那么这就是将所有主体拿出来之后的一个展示吧。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配件量其实是比较多的，除了死侍这样一个本体之外，还配送了一个死侍狗、死侍松鼠，以及一辆电动车，还有2把刀是死侍的配件，以及一把可以插在靴子上的小刀。然后大家如果看了死侍与金刚狼大电影的话，应该也可以知道这把叫 Baby Knife。OK， 然后这里是一些我猜可能是将它这些贴纸呢贴在这样一个电动车上的一个设计吧。我自然已经贴上去很多了，的确是比较好看。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它的2个小伙伴吧，来看到死侍狗以及小松鼠。首先我们看到死侍狗，打灯。OK， 那么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死侍狗的可动。基本上就是局限于腰部以及2只手，其他部分是没有任何可动的。还有头部，其他部分是没有任何可动的。然后由于它需要和这个小松鼠进行一个联动的玩法，那其实它小背上也就开了个洞，那小松鼠就可以将它放在一起。然后小松鼠的确是没有任何可动，只是一个固定的摆件。然后狗狗这样看起来还是比较可爱的，戴了个安全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动车吧。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动车我拿到手上的时候呢，是已经全部组装完成了。然后如果放在盒子里的话，其实这2片镜片以及这个小喇叭是要自己组装上去的，当然组装还是非常简单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一些细节吧，就很平常的一个塑料发色吧。当然没有这些贴纸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看的啊。然后这有一个大大的喷气管，前面是个死侍的标志，是它本身就有的。下面的轮胎也是使用了塑胶的轮胎，轮胎也是用可动。然后平常这样放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容易倒，但是如果将这个支撑架放好，它就会比较平稳的站着。再将喇叭装上 ，OK。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死侍的本体。那么可以看到死侍的这个本体，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张嘴的一个形象，虽然是面罩头将它给罩着，但大家明显可以看到是一个比较惊讶的或者一个比较兴奋的一个表情。然后头部 OK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小啾啾，没有问题。然后可以看到胸口的一个分件吧，这个分件是和腰带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其实不怎么影响可动，待会儿测可动的时候大家就会可以看到。而后来看到它的手臂其实是一个齿轮关节来可以看到，然后它这次是没有给任何替换手型的，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这样一个手型，以及一个握住车把的一个手型。而后可以看到这里是双关节，虽然是没有隐藏，但还是一个正常的双关节。下面的腿部也是如此，一个双关节。而后讲到腿部，就可以看到2边的零件其实是不一样的，一边是可以插入我们这样一个小刀的，然后另一边就不可以，插反了。
对，正面插才能完全插进去。然后死士的主体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看到它的一个配件是2把刀鞘以及2把武士刀，刀鞘呢也是非常灵活，可以将武士刀给放进去，2个都是如此。然后将它放在死士的背上，它当然你看它这样的摆放其实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它是有2个卡扣，可以将2把刀全部给卡上，还是不错的。这样看也是比较完整的一个状态，虽然不像电影里面它是 X 型的一个放法，但是这样放我也能接受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死士这样主体的一个可动吧。OK， 那么先从头雕开始上抬，那没有问题，当然抬高还是会穿帮，360度左右转，绝对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手臂侧抬，没有问题。然后来看一下双段关节，没有问题。然后这边齿轮关节的一个摆动，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边也是同样，手也是同样，绝对没有问题。然后来看一下，这样腰部可动，其实是不太会被这样一个分键给限制的，因为这个分键其实并没有限制它任何可动，比较松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来看到腰部的平转，这做的比较巧妙的是，它将腰部的一个大的缝用这个分键给遮住了，这个给好评啊。然后是前踢，没有问题。然后侧抬只能到这儿，侧抬其实不是很优秀啊。然后前踢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提膝的动作，也是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问题。它其实这边是有点挡住啊，但是我觉得够用了，没有问题啊。然后是它的脚部的一个接地性。左右哇，接地性是非常的好的，跟其他同样的产品比起来。OK， 那么这就是测完可动之后的一个情况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更多的玩法吧。OK， 那么将它组合后呢，就是它玩法的一个完全体的展示吧。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将其他6寸人偶与它结合起来，尤其是这辆小车配备上这些贴纸，我自己个人也贴了一些，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存在。当然了，我刀是没有放上去，因为我感觉可能会有点影响美观。OK， 那么现在我也是将金刚狼以及蜘蛛侠放在了它的边上，让大家对它的尺寸也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那么也是趁着死侍与金刚狼这样电影的一个上映，死侍的这样一个热度呢也是前所未有的高，然后也是促使我买了更多死侍的周边啊。当然这也是我第一只死侍，其实在电影出现之前，我对死侍其实只是一个正常的接受的程度，并没有特别喜爱。看完电影之后可能上头了，也会比较喜欢它的周边，就买了这样一个玩具。然后呢，从一个粉丝角度看来呢，它这个作品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在电影里面没有任何展示，因为这是漫画风格的一个玩具吧。然后不管是它新规的一个电动车，还是小狗和松鼠都非常可爱，然后配上死侍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的一个性格吧，这个套装还是非常贴近于死侍的这个感觉的吧。大家可以知道死侍这样一个俏皮的感觉。刚刚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它的细节，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可能是比较有侮辱性的一个手势，比较好玩的。那么总的来说呢，现在的价格可能我购买的话是200加，也就是200多块，可以买到一个烂盒的这样一个全新的，我个人也是没怎么关注。然后呢，如果只是在300左右的一个价格，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购买的，因为你不仅得到了一个可动的6寸人偶，还得到了一些 Marvel Legends 比较有特色的新规配件的一些配件。将它和一些其他的6寸人偶进行一些摆放，一些动作上的规划都是非常不错的存在，我是比较推荐大家所购买的。好，那么今天的测评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这里是梦幻小奏。